同一个季度同一件事，各国央行买了多少黄金，市场上摆着3个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边16吨，世界黄金协会的央行口径244吨，2个月后同一家机构改成56吨。而你在新闻里刷到的央行连续增持，就是从这里挑出来的一个。今天这期就拆它们分别是怎么造出来的，最小的和最大的差了10几倍。我先把话放在这3个数字没有一个在撒谎。这一期不解读某一份报告，也不追某一天的行情，他给你的是一整套读法，看完之后新闻里那个数字能信到什么程度，你自己就能判断。我们把央行买黄金这件事从头到尾走一遍，谁在买，为什么买，拿什么钱买，走什么渠道，金子放在哪，归谁，最后回到最关键的疑问，这些买入究竟是怎么变成你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数字的。先说谁在买，这里说的央行不是你我这样的买家，它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管着这个国家的家底账户、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他买金子不看下个月赚不赚，看的是10年、20年之后，这笔家底还站不站得住。过去10几年，这个买家的胃口变了。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2010到2021年，全球央行的年度净购买进来减掉卖出去的那个净额，年均大约473吨。到2022年，这个数字跳到了1082吨，是1950年以来最高的一年。2023年1037吨，2024年大约1045吨，2025年回落到大约863吨。你把这几个数字连起来看，它不是某一年的心血来潮，而是持续了好几年的新常态。年均400多吨的那个时代结束了。这批买家里相当一部分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收到76家央行的回答，是这项调查开办9年来参与最多的一次。76家肯认真填问卷，本身就是个信号。买黄金在央行圈子里现在是个正经议题。不过这里请你先记住一个细节，它现在听着像句免责声明，但等我们走到第6段，你会发现它才是今天真正的重点。我刚才念的那几个年度数字，来源是世界黄金协会的估算体系，是估算，不是各国自己报上来的账。买家是谁，我们说清楚了，那他们到底图什么？同一份调查里还有一道题，你们决定持有黄金，下面这些因素各有多相关。排在最前面的3条是 90% 的央行提到黄金在危机时期的表现， 84% 提到它是长期价值储存工具， 82% 提到用它分散储备组合风险。这3条都是很具体的功能。插一句合规的话，说黄金在危机时期表现好，讲的是历史上某些情境下的特性，不等于安全，不等于保证不亏。你自己家里要是有一点金子，理由多半就2个，觉得它保值，或者长辈留下来的一直没动过。而央行这张表上，长辈留下来的排在最后。这道题列了8个理由，垫底的是我们持有黄金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位置。合计只有 60% 的央行认为相关，高度相关的只有 46%。倒过来读就是今天还在买金子的央行，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传统，是因为它现在有用，一个当下的功能性决策，而因为传统的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1999年9月26号，在华盛顿，15家欧洲央行，德国、法国、英国都在里面，签了一份联合声明，今后5年各家出售黄金，每年合计不超过大约400吨。你听清楚，这份协议管的是卖，不是买。当年要协调的是大家卖得太乱，把价格压了下去。那时候金子在很多国家账上就是个祖上传下来放着不生息的位置。26年过去，同一批机构，当年400吨是卖出的天花板，而2010年往后，全球央行年均净买入473吨。同一个量级，一头是卖的上限，一头是买的常态。这个区别决定了后面整条链路的走向。历史包袱什么时候提都无所谓，
可一个正在执行的战术动作，什么时候让外界知道，本身就是动作的一部分。所以公开还是不公开，服从的不是透明原则，是买家自己的战术需要。这里其实已经站着两拨人，一边是买家要安静的把货收完，另一边是所有给黄金定价的人要知道有多大一笔需求正在发生，两边要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冲突，这是链路上第一颗埋下去的雷。知道了为什么买，下个问题就来了，买金子要花钱，这笔钱从哪来？还是这份调查他还问了一句，新买的黄金你们打算怎么出钱？有两条路被提的最多。第一条 50% 的受访央行说会通过本币国内购金计划出钱，用本国货币在本国境内买。第二条 38% 说卖掉现有的一部分储备资产来置换。先说清楚，不然容易误读。第二条路是卖掉别的储备资产，比如外国债券、外国货币换成黄金，它不是央行在卖黄金，方向正相反。两条路结果一样，家底里都多一块金子，差别在哪儿？在留不留痕。第二条路长什么样？60年前演示过一次。1965年1月，法国宣布要把手里至少3亿美元的外汇换成黄金，按当时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是260多吨。1个月后，戴高乐在记者会上公开主张国际货币该回到黄金。这笔买入全世界立刻就看见了，因为它的另一端在别人的账本上，法国金库多一块，美国财政部就少一块，两拨人在这对上了。一边是想把别国欠条换成不欠任何人的金属的储备管理者，另一边是那张欠条的发行国。美国持有的黄金从50年代末的2万多吨掉到60年代末的9000多吨，谁多了硬资产，谁的金库在变薄，全世界都读得到。今天没有固定官价，这个另一端换成了伦敦的批发市场，钱和金子都要过清算，交易不挂你的名字，但会在结算数据里留下一道水痕。可第一条路呢？用本国货币在本国境内买本国矿山产的金子，不出国门，不换汇，不经过伦敦。另一端就是本国矿商，他的账本不进国际统计体系，外面的人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而外面的人是谁？就是替市场做估算，把数字送到你手机屏幕上的那批人。所以一笔央行购金能不能被外界看见，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他买了多少，而取决于他拿什么钱买。那不留痕的那条路具体怎么走？央行买黄金传统上走的是伦敦的场外市场。场外市场的意思是，这笔买卖不在公开的交易所里撮合，而是买卖双方私下谈定价格和数量，中间有几家专做贵金属的做市商银行牵线，他们手里有货，有客户，有仓位，你要买一批货，他给你报个价，成交之后从伦敦的金库里给你划出来。交易的标的通常是符合伦敦良好交割标准的大金条，成色、重量、编号、生产，它的精炼厂都得符合一套全球通行的规矩。这套规矩的意义在于，金条不用一条条重新化验，看编号和牌子就知道它合格，能在全球的央行和大机构之间顺畅流转。这条路很成熟，也很方便，但它对某些买家来说有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它是有痕迹的。好，说到这先停一下，我们做个选择题。一家央行如果非常不希望自己的买入被外界及时看到，下面这3种买法哪一种最难被追踪？第一种，在伦敦市场上向做市商银行买；第二种，直接从另一家央行手里买；第三种，用本国货币向本国的矿商买。心里先选一个。答案是第三种，而且它现在不是理论推演，是正在发生的事。世界黄金协会今年的调查里，有 50% 的央行说要走本币国内购金计划这条路，它具体长什么样？有些产金国的央行直接向本国矿商采购黄金，包括规模很小的甚至手工作业的矿商。哈萨克斯坦就把本国矿山的产出直接纳入国家储备。你站在这个国家的角度算一下这笔账，
矿里挖出来的金子本来要卖到国际市场上去换回外汇，现在央行用本国货币就地收走，外汇一分没动，国家储备里多了一块硬资产，本国矿商还多了一个不会跑单的买家，这里面有一层博弈值得你注意。这批金子原本要流向国际市场，现在被本国央行在源头就截住了，谁少了一笔生意？伦敦那边的做市商银行谁多了一个稳定买家？本国的矿商，而谁从此看不清这批金子的去向？所有靠国际市场数据做估算的人，包括做出你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数字的那批人，到这开头那3个数字，我们其实已经解开了一半，为什么估算这么难？但还有一半没解开，那个最官方的数字为什么能小到只剩16吨？在回答这个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金子买回来了，它到底放在哪？账上又算谁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央行的黄金并不是堆在自己国家的地下室里，相当一部分寄存在少数几家有能力做这件事的机构手里。英格兰银行是全球第2大的黄金托管方，仅次于纽约联储。按它官网上对黄金托管业务的说明，金库里存着大约40万条金条。注意，这40万条金条绝大多数不是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资产，是别人的东西。他自己也这么说，代客户保管的黄金不计入本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什么不计入？这就要说到托管方式，这是这一章的核心机制。它提供的是实物指定托管。什么叫实物指定？你存进去的不是一批金子，而是一条一条有编号的具体金条，账上记着哪几条属于哪个客户，客户对这些特定金条保有所有权，而不是对英格兰银行拿着一张你欠我多少重量黄金的欠条。所以它不上托管行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它从来就不是托管行的钱。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愣了一下。英格兰银行说，客户之间做黄金交易时，金条通常不会被搬动，变的只是系统里那个所有者的名字。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伦敦地底下的金库里40万条金条整整齐齐码着，一年到头没怎么挪过窝，而在这些金条的上方，所有权已经换过很多手了。真正在流动的从来不是金属，是账。跟它对照的是另一种形式，非指定账户。普通投资者更常遇到的就是这一种。在非指定账户里，你持有的是对这家机构的一笔债权，对应某个重量的黄金，而不是具体哪几条金条。两种形式在正常时候看不出差别，价格一样跟着走，买卖一样方便，非指定账户成本还更低。差别出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这家机构进了破产清算，实物指定托管下的金条法律上本来就不属于他，客户的所有权继续成立，而非指定账户的持有人是这家机构的债权人之一，得跟其他债权人一起排队。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两种形式各有各的用处，但它是一个实打实的机制差别，值得你再看任何一份黄金产品说明书时，先弄清楚自己拿到的是哪一种。好，到这儿一笔央行购金的全程我们走完了，但你注意到没有，这一路走下来，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要求这家央行告诉外界他买了。那这些买入最后到底是怎么变成公开数字的？先说最反直觉的一件事，各国央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自己买了多少黄金，这件事没有强制规定，你没听错，整套国际统计体系里没有一条规则强迫一个主权国家申报它的购金，报是自愿的，不报、晚报、少报都不违反任何规定。这一条把前面5段埋的线一次性全接上了。一家央行出于当下的战术需要买金，用本国货币在国内买几乎不留痕，金子进了金库，可能连搬都不用搬，只是系统里换个名字。而在这一整条路的终点，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要求他开口，所以第一个数字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下，今年第1季度全球央行申报的净购买是，它的性质是官方申报，最硬
但覆盖最不全，只包含那些主动报了的。第二个数字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他做的事是把没人报的那部分补上，方法是找间接证据。伦敦场外市场的结算流数据能看出这个时段有多少大额黄金易了主。瑞士精炼厂的贸易和出口数据能看出金条被熔成什么规格，运去了哪里。靠这些反推，他估出今年第一季度的央行口径数字是244吨。注意，央行口径的这个244吨是估算，不是申报，它建立在进出口结算这些真实数据上，不是对谁在偷偷囤金的臆测。第三个数字是7月30号来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新一季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时，把第一季度那个央行口径的244吨下修到了 56.5 吨。开头我说的56吨，准确说就是它下修了 187.5 吨。你可能会想，那这 187.5 吨的金子是凭空消失了吗？没有，世界黄金协会给出的修订原因是，原先被归进官方渠道那一栏的一部分黄金被重新归类到了场外交易那一栏。同一张表上那一栏第一季度的数字同时被上修了。这就是这条链路上最具象的一击，金子一克都没少，只是从表格的这一行挪到了表格里的那一行。同一批金属换一个分类口径，官方数字就换了个样。你可能还会想，那这些央行不吭声，是不是心里有鬼？这个反应很自然，但话得说公道，一家央行不披露购金有非常实在的理由，他要买的量很大，提前让市场知道，等于自己把成交价往上推。而公开增持黄金本身有时候就是一个地缘政治信号，他未必想发，制度上又没有机制强制他开口。两件事叠在一起，那个缺口就成了这套体系的结构性产物，不是谁在造假。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很容易滑到另一个极端，不是所有数据都不可信，都被操纵了。恰恰相反，这三个数字都是认真做出来的，只是他们回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16吨回答的是有多少被申报了，央行口径的244吨和后来的 56.5 吨回答的是根据间接证据最好的估计是多少。而估计本来就会随新证据被修正，现在把最好的例子摆上来，中国2009年4月，中国爆出黄金储备1054吨，之后连续6年这个数字一动不动，到2015年7月沉默被打破，一次性爆出增加604吨，储备升到1658吨。604吨显然不是哪一个月买的，是6年的累积，一次性入了账。这些金子从哪儿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当时在官网上给了答复，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累积杂金提纯黄金的生产与储备，国内和对外贸易。从那之后，中国的黄金储备随着官方储备资产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改成按月公布，节奏一下从6年一动变成了每月一报。到今年这个每月一报的数字长这样，4月增加26万盎司，大约 8.09 吨，5月大约 9.95 吨，6月大约 14.93 吨，是这一轮增持周期以来最大的单月。到6月底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同一个国家同一件事买黄金，它的官方数字可以是6年一个点，也可以是每月一个点，变的不是他买金子这个行为，是他披露的制度。而连续20个月里的每一次公布都是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报，报多少。开头那3个数字到这就付清了，3种口径3种性质同时成立，谁都没撒谎。如果这种把一件事从头拆到底的方式对你有用，顺手订阅一下，这样的拆法我1个月做一期。不过知道这3个数字怎么来的还只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下一步，以后再刷到这类标题，你到底该怎么读？我们把今天这条链路翻译成一套你以后能直接用的东西。先说信号源，看央行买了多少金子这件事，市面上一共有4类信号，各自的口径和滞后完全不同。第一类，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申报，口径最硬是买家自己报的账，
但它是自愿的，覆盖最不全。第二类，世界黄金协会的季度估算，它把没报的那部分补上，用的是伦敦结算流和瑞士精炼厂出口，这些间接数据覆盖最全，但它是估算，而且会被事后修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修订了自己。第三类，世界黄金协会每年做的那份央行调查，这一类要特别小心，调查问的是意向，不是实作。一家央行说他未来打算增持和他真的增持了多少是两回事，意向和实作之间的缺口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东西。第四类，最难办的那一类，本币国内购金计划和本国矿山直采，这条渠道基本不经过国际市场，在公开数据里几乎不留痕。它不是没发生，是没人有办法及时看到。四类信号，口径不同，滞后不同，可信度也不同。这一期不给你任何价格方向上的判断，手上的素材里本来就没有方向信息，我也不会硬挤一个出来，但我可以给你一份读法。下次你刷到央行连续第几个月增持黄金，央行购金创新高这类标题，在转发或者下判断之前，先问自己4句话。第一句，这个数字是官方申报还是市场估算？申报的要问它覆盖了谁，估算的要问它怎么估出来的。第二句，它覆盖哪一段时间，滞后多久？季度估算通常滞后1个季度以上，你看到的往往不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第三句，它被修订过吗？以后还会不会再被修订？如果这是估算，答案基本就是会。第四句，有没有第二个独立口径可以交叉印证？只有一个来源的数字，最好当成线索，别当成结论。4句话20秒就能问完。最后说一层人群对照，这也是我做这一期真正想说的。机构里的人看这件事，看的从来不是一个头条数字，是4类信号源交叉验证，再加上这个数字过去被修订的历史。普通人看到的常常是被转述过一手的孤零零一个数字，还配了个特别确定的标题。这个差别不在信息渠道贵不贵，也不在谁更聪明，差别只在于你知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而这一点看完这一期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回到最开始那3个数字，现在换你说说看，他们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回到开头那3个数字，16吨是各国自愿报上来的账，央行口径的244吨是有人用间接证据替那些没报的部分做的估计，56吨是这个估计在2个月之后被修正的样子。它们不是3个版本的真相，是同一件事在3种口径下投出来的3个影子。这一期我们走了7步，走完你会发现，最后那个数字之所以模糊，不是因为有人在遮掩，而是因为这条链路上的每一个环节本来就没有被设计成要让外面看清楚，再往上抬一层。黄金只是一个例子，你每天在新闻里读到的经济数据，很多都不是有人直接数出来的，是通过某一套口径、某一套方法，从间接证据里推算出来的，而且后面还会被修订。你以为你在读一个事实，其实你读到的是一次测量。搞清楚一个数字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比记住那个数字本身有用的多。最后留个问题给你，我挺想听听你怎么看。一个主权国家买黄金到底该不该有义务向全世界申报？一边是市场需要透明才能定出公道的价格，另一边是主权国家有权保守自己的战略动作，凭什么向别人交底？你站哪一边？评论区说说，尤其是如果你觉得该强制申报，那你觉得谁有资格来执行这条规定？